Hello， 大家好，我是催眠宇，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我們來講台灣準確率最高的通靈預言家，他靠一個善舉呢，換來了天眼通。在台灣嘉義的民雄鄉呢，有一棟極其不淺的民宅啊，但在上個世紀初呢，它的3樓呢，卻是全台灣最神聖、最令人敬畏的一個命理禁地。在這裡呢，曾經住着一位雙眼全盲的奇人，他名叫柳德南，人稱柳相士。他外表呢樸素，其貌不揚，卻擁有着通天徹地的通靈本事。他一生呢為超過20多萬人指點迷津，名聲不僅傳遍全台呢，就連很多的國外元首都曾想方設法呢登門求教。在鼎盛時期啊，想求他一卦呢，必須得排上足足半年的時間。他一生中所經歷的波折與成就啊，不僅僅是命理的縮影，更是人性深處的探討。而柳相士呢，自幼失明，然而盲人的一個善舉啊，卻換來了天眼通。柳相士的命理的座右銘啊是天命已定。那這句話呢，就深刻地反映了他對命理的理解與態度。因為每個人的每一個細節都寓意着人生的起伏與變化。柳相士的占卜方式充滿了令人窒息的儀式感，他不需要複雜的那種命盤啊、卜卦等等，只需要你報上姓名、住址、出生年月日，即使不準確到時辰，他也能夠通過幾句的閒聊，然後用心眼呢精準地定位你的人生八字。然而真正讓人聞風喪膽的是他那台老舊的錄音機，因為所有的占卜過程呢，柳相士都堅持的全程錄音，並讓客戶呢最後帶走這盤錄音帶。這不僅僅是讓預言成為日後驗證的鐵證，更是為了實施他最著名的斷生死預言。他會從你出生開始呢，非常詳細的一年一年的批算流年，連你的升學、工作、結婚生子等各種瑣碎小事呢，都說得分毫不差。但每次當他批算到某一年時呢，突然這個錄音機卡殼咔嗒一聲關掉的時候呢，他就會平靜地說：“好了，就到這兒了。”然後就宣告結束了。也就是說，這位求算者呢，就將在剛才提到的那一年呢，壽終正寢。因此呢，走進他3樓的人啊，無不戰戰兢兢。大家最恐懼的呢，就是那一台錄音機的開關了，它何時會落下呢？很多人說柳相士的這份自信是否很狂妄呢？事實證明啊，他準得讓人心碎。而柳相士的占卜之術啊，遠近馳名，其中有不少令人嘖嘖稱奇的奇事嘛。早期呢，有一位不相信他的女士呢，拿着已經過世的丈夫的資訊呢前來測試，而柳相士呢一路批算，當算到她丈夫40歲的時候呢，錄音機突然停止，他就斷言說此人應該已經不在人世了。而女士當時呢淚如雨下。還有一位網友呢就說他的母親多年前也是被這個柳相士斷言過，當時呢是說他不能夠生活在城市裡，除非呢躲在深山裡不出來，否則呢最後會因為車禍呢而丟掉生命。最終呢，他說他母親沒有相信柳相士的話，而被這個水泥車給撞到，出了車禍，不幸身亡。還曾經有一位夫妻呢，也是來找柳相士嘛，將生辰八字報上之後呢，柳相士張口就說你不是原配。當時這位妻子立刻就發火了，一直重複說我就是原配啊，我就是原配啊。而丈夫在旁邊呢笑而不語。到最後呢，丈夫解釋到說，娶現任妻子之前呢，其實他曾經還冥婚過，因為在台灣是有這種風俗的。雖然在法律上是原配，但是呢，民俗傳統來說呢，妻子呢的確就非原配了。有位網友就說我家裡的長輩們有去嘉義柳相士那邊當時還去排隊算過命理。當時呢，他說我家裡的阿嬷他們半信半疑之下，想要測試他的能力嘛。於是，在一群家裡人的命盤裡呢，就偷偷放了一個他大舅舅的生辰，然後交給了這個柳相士。柳相士呢，就從他大舅舅1歲開始呢，就開始往下捋，逐年的開始往下算。直到算到22歲的時候呢，說這個人其實已經過世了。然後他阿嬷呢還硬凹說沒有啊，他還在啊。然後柳相士就搖頭說這個人我不收錢，因為過世的人我不收。然後繼續往下算其他人的命盤。其實他的大舅舅是真的在22歲那年當兵意外過世了，而給柳相士算的時候呢，其實已經走了10幾年。家裡呢還留有當時柳相士給占卜的那個錄音帶，而且那個錄音帶是聽完了之後要用那個筷子去捲回去的那一種，真的很神奇。還有一個網友說，我在24歲那年也曾經去民雄的柳相士那邊算過命理，而我現在41歲了。他說我就記得當時我還是排第一個，然後他就直接說我是女生，一定是一位醫護人員，超級準。然後呢噼里啪啦的說了我的經歷，他還說我父親幾歲走的都很準，然後就說我在自己的故鄉工作是最好的。結果呢他說果不其然，我繞了一圈現在真的還是回來到自己的故鄉在工作了。他說我現在最期待的就是他說我後面的人生經歷了。他說我到50歲以後呢，是穿金戴銀，出門坐計程車，不然就是黑頭車。
然後就是各種浮誇的那種富裕的那種阐述嘛。最後他说他還会活到80岁上下。最後柳相士就告訴他说，不要去看那种杀动物、杀生之类的那种事情。还有网友说说我媽以前也去找過柳相士，然後當時柳相士講到他30歲開始呢，說他每年都會生病，一直呢到70歲。然後當時他媽媽就很不相信嘛，他說我哪有那麼倒霉啊，怎麼可能2年以後開始每年都在生病呢？結果呢2年以後啊，他真的因為生病，腦部動過手術，嚴重影響了健康，一直至今就是一直在生病。他說我的部分呢，我只記得他交代我媽媽說，在我國小畢業前呢，不要去海邊玩水，其他我就不記得。所以大家說這個柳相士到底準不準呢？其實柳相士在台灣非常出名，而柳相士天生呢也並非是盲人，他的通靈能力呢是源於他14歲那一年，在當時呢是烽火連天的1942年。當年呢他說他為了躲避美軍的轟炸，他與一群孩子就躲進了一個壕溝裡面。當時警報解除之後呢，他就發現有一個小女孩子不幸遇難，而其他孩子當時一哄而散嘛，只有他呢去撿起了路邊的稻草而為她蓋上。23天之後呢，小女孩的遺體呢仍然孤零零的就躺在那個地方。柳相士當時動了惻隱之心，親手呢就挖了一個坑將她給埋了。不久之後呢，他說他的眼睛就開始慢慢的不適應，視力開始急速惡化，最終雙目失明。那就在他陷入絕境的時候呢，他就做了一個夢。當時他掩埋的那個小女孩呢，居然在夢裡出現了，仿佛是前來報恩一樣。小女孩就對他表示感謝，並詢問他呢，想從事按摩行業呢，還是占卜呢？然後柳相士就選擇了後者。一夢醒來呢，他竟無師自通獲得了通靈能力，能用心眼呢，清晰地看見世人的過去與未來。而柳相士的父母呢，總共生了7個小孩，負擔是非常沉重的，但也是因為他們兄妹之間共同患難嘛，所以也很團結。那身為二哥的柳相士呢，在占卜事業漸漸做大了以後呢，有了收入，他並不是把所有的錢留下來自己用，而是拿去呢救濟整個家庭，比如說治良田購地使原生的家庭的經濟呢逐漸好轉。其實他剛獲得這個能力的時候他只是免費的為周圍的鄉親們找東西問事，但隨着名聲越來越傳開之後呢，他的命理館呢就開始湧入了台灣最有權勢的一些人物，包括早期的陳水扁，小的時候呢家境非常貧窮，4歲的時候呢就被他父親帶去也去找過這個柳相士算前途。柳相士通靈預言之後呢，就說這個孩子長大會當大官。當時家人認為這是天方夜譚嘛，就丟下一句說不準，帶着他就離去了，將此事就當成笑談。可是數十年之後呢，陳水扁還真的當選了。在2004年大選前呢，柳相士還3次接見過他，預言他呢贏1票也算贏，有難呢會驚險的過關。而柳相士算過的大人物之中命運最令人唏噓的就是李登輝了。柳相士當時就預言他說即將登上大位，但會失去自己的獨子。當時的李登輝聽後焦急萬分，立刻請求說改命，表示寧願自己不登大位呢，也要保住自己的兒子。然而柳相士只說了4個字，說天命已定。隨後的歷史呢，無情的就印證了這項預言。而柳相士一生呢，為8位元首還算過命，但他呢從不外出占卜，唯一一次破例呢，就是為了給蔣介石占卜，在日月潭破例的。蔣介石呢還派專車將柳相士接到了日月潭。這場會面呢嚴格保密，要求全程呢不能夠錄音，不能外泄。當時柳相士為這個蔣公、宋美齡和蔣孝章呢都算了命理，那宋美齡更是包了重磅紅包給他。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呢後來親自登門獨自走上柳相士的民宅3樓去請教，他態度和藹可親，沒有絲毫的架子。柳相士後來還感嘆說他這輩子最佩服的人呢就是蔣經國，讚嘆到他說禮賢下士，總是為別人考慮。那柳相士的傳奇一生不僅僅是通靈的奇準，更是用生命見證了台灣近代歷史上那些高層人物的天命和定數。那李登輝呢，在1996年就成為了台灣第1位民選人嘛，但其獨子呢李憲文呢，卻在1982年呢因病去世了，正應驗了柳相士登上大位但會失去獨子的預言。那網友們也許會問那既然柳相士提供改命服務，為何對一位寧願放棄大位只求保住兒子的那種父親，他會斷然拒絕呢？會說出那句冷冰冰的天命已定呢？其實這一切的答案呢，可能就藏在命理界的古老說法之中。有一種說法就是說，人的一生呢是由多重因素構成，比如說定数呢，有一部分呢是上天已經定好的，是必然要發生的，這是人力無法改變的，於是就稱之為天命。還有變數呢，也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原本不確定，可以通過後天人為選擇和善行來改變的，叫地命，也叫人命。
那柳相氏自身的經歷呢，就是最好的解釋了。他的命中呢，或許有双目失明之劫，但正因為他的善心安葬了路邊的小孩，才因此獲得了通靈能力，獲得了在失明後生存下去的生機。這也間接解釋了柳相氏拒絕李登輝的原因嘛，就像是另一位台灣的通靈人劉伯鈞所講述的親身經歷。那劉伯鈞曾經幫助別人治病，但有的時候呢，一旦通靈就會有另一個空間的生命傳話，告訴他說這是這個人應該得的，他必須去承受，讓你呢不要插手。那遇到這種情況呢，他就會立即收手。而柳相氏呢，拒絕李登輝，也許正是因為他看到這是天命層次的那種定數嘛，非人力可逆轉。那隨着柳相氏名聲大噪呢，他的求訪者名單還越拉越長，涵蓋了海外元首、前韓國總統朴正熙、前越南總統阮文紹、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都曾經慕名而來。那除了這些最高層的人物呢，柳相氏還有2個被台灣廣為流傳、堪稱神準的預言故事。第一個呢，就是刑警侯友宜無限牽身了。當現任新北市市長侯友宜還是一名普通刑警的時候呢，曾經去拜訪柳相氏問自己有沒有機會当上局長。那柳相氏通靈之後呢，只回答了一句話，卻讓在場的所有人呢都驚呆了。他就說：“你還會繼續往上升。”那身邊的朋友馬上就說：“看來你還有機會做警政署長哦。”侯友宜自己呢，當時都覺得是天方夜譚，因為在那個年代呢，一個刑警要做到警政署長，簡直是無限接近於零的一個概率。但此时此刻，柳相氏又淡淡的加了一句說：“還會往上升。”所有人當時就愣住了。那警政署長之後還能夠往哪兒升呢？結果後來的歷史呢，大家都看到了，侯友宜呢成功當上了刑警局刑事局局長，隨後呢又破天荒的升任了警政署署長，而在之後呢，果然又上了一层樓，從警界呢跨入了政界，當選了新北市市長。這個預言呢可謂是大膽至極，卻又精準無比。那第二個神準預言呢，就是嘉義蕭家班的隕落之局。在台灣嘉義呢，曾經有一個權傾一時的家族叫蕭家班。當時的老百姓有句話形容他們的勢力，就是蕭家班呢能夠呼風喚雨，寒水看到他們都會結凍。在1994年呢，蕭家班3兄弟老大蕭登旺、老二蕭登師、老三蕭登標呢，都在嘉義擔任要職，幾乎把持了議會和農會。就在他們如日中天之際呢，有人建議他們去請柳相氏來給他们看一看。那柳相氏當时就說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預言，說蕭家班呢會沒落，而這3位候選人呢都會落選。當時所有人聽後呢哄堂大笑，他們都說這簡直是開玩笑，3個人都落選，那怎麼可能呢？然而事情的發展卻以一種奇特而戲劇性的方式應驗了。蕭家班的長女蕭婉瑜呢，原本打算參選縣議員的，但考慮到不能夠與叔叔蕭登標競爭嘛，主動放棄參選。而蕭登標注冊參選還沒多久，卻因為涉案呢被羈押了。而當時的國民黨想讓蕭婉瑜代替呢，卻已經過了登記的時間，無緣參選。所以在縣議員方面呢，蕭家班全軍覆沒，而市議員那邊呢，蕭登師最終也落選。一個看似不可能的預言呢，竟以這樣無心插柳的方式應驗了。人們不得不佩服柳相氏功力之深。那第3點呢，就是命理的啟示。柳相氏说，過去呢是宿命，未來是選擇。在柳相氏70多年的占卜生涯之中呢，算過20多萬人的命運。對於他算的過去和現在的準確性呢，人們的評價一致是奇準。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他都能夠說出來。然而當涉及到了未來即將要發生的事情的時候呢，評價呢卻出現了分歧，有說準的，也有說不準的。這或許正是柳相氏命理哲學的核心了。他仿佛擁有了宿命通的神通，能夠看到一個人的過去已經發生的定數，但未來呢，雖然有上天預定的安排，卻會因為個人的選擇、善心和惡念呢，以及環境的變遷而產生變化的。所以柳相氏最終的告誡呢，也是給所有求算者的啟示。他說他選擇占卜這條路就是為了幫人趨吉避凶嘛。但如果一個人自己選擇走歹路，惹禍上身，那就算找他占卜改運也是沒有用的。所以他就勸告大家呢，一定要存善心，走正道，才是讓自己的人生之路越走越順嘛。那越走越寬的唯一法門呢，就是不要過多的去介入他人的因果。這一點呢，宇哥個人也是比較同意的。因為發生在別人身上的那個事情，是他命中注定需要去經歷的啊。如果我們去介入或者是改變的話，那發生在他身上的這個因果，也有可能就會發生在你的身上。所以說，不要過多的去介入他人的因果，這句话我是比較認可的。而柳相氏的預言究竟是天命的啟示，還是巧合的堆疊呢？我們無法斷言。但是他的故事呢，留下了深刻的疑問。所以說，
你相信命運可以被預知嗎？如果你有機會，你是否敢於按下柳巷市的那一台錄音機的開關呢？那麼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講完了。別忘了訂閱關注宇哥的頻道，看後續更多精彩內容哦。